好，我们最后一节的节目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当大家聚焦的流量呢都被中东战争吸走的同时哦，关注度被冷落了一段时间的俄乌战场，其实也正在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双方最近又用无人机有一波巨大的攻防了。我们来看，俄罗斯在大动作一天内出动了近1000架的无人机哦，然后还有34枚的飞弹，狂轰乌克兰的西部城市。那也在不少地方，包含能源设施、民生设施啊，都有造成一些死伤。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被重点打击啊，所以北部的民众呢，现在无电可用。然后另外，乌克兰受到攻击之后，他们也这个不甘示弱，同样派出了无人机，然后去打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跟管线设施这些高经济价值的目标。两边的战火外溢哦，不只是2个人遭殃而已哦，包含附近的一些邻居啊，也都是受到了影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哈，现在都有被波及，是不是就是看准了现在美国深陷在这个中东的战争泥淖，你要同时顾2个战场，不好意思，没有可能哦，这个无暇顾及。所以呢，正是俄军发力的一个好时机哦。反正现在老大哥在挺中东嘛，那乌克兰你就自己看着办吧。所以俄罗斯现在加大打击力道。是目前的最新态势，我们用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立将军觉得是不是一个绝佳的时机？整个俄乌战争哈，到现在已经进入了第5年哈。其实这场战争，俄罗斯主要的目的，其实就领土方面来讲，它就是要顿巴斯这块地方。顿巴斯哈是一块不管是工业或农业都非常富饶的地方，称之为整个东欧的心脏，就是指顿巴斯哈。那俄罗斯打了4年下来当然不如他预期的这种摧枯拉朽，一下就占领了这几个整个顿巴斯，他就占领下来。那目前它距离顿巴斯整个占领大概还差了6000平方公里。那现在它的进展事实上是这个从最近这1年看起来哈，作战推进的速度是非常的缓慢。那为什么缓慢呢？因为在这边哈，这个乌克兰有一串的所谓的城市当做它的堡垒防御带哈。我们从最北边的库皮扬斯克斯拉夫扬斯克，到我们经常耳熟能详的红军村，包括下面的波克罗夫斯克哈、库拉沃霍哈，这整个真实带。所以它就变成一块骨头一块骨头要慢慢的啃，可是它又不见得那么快，所以能够啃得动哈。虽然说红军村这块硬骨头它啃下来，可是不管是北边南边还有将近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它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能够打下来。那现在我觉得普丁哈就趁着你这个中东地区哈，这个美军在跟伊朗打仗，这个兼顾这个地方不暇的之际，他就川普也知道他没有办法同时应付2场战争，所以他这个时候给泽伦斯基施压，叫泽伦斯基用割地换这个和平的方式，就你干脆这6000公里，虽然说是这个俄军还没有打下来，你就干脆给他了，然后来换取和平。但是就这个泽伦斯基来讲的话，他认为说我还有6000平方公里，我还有城市群可以抵抗，那为什么我这么快要让出来？我让出来以后，我国家安全怎么办？我个人的前途我怎么来维护？可是我觉得川普这时候可能不管你那么多了。曾经有一句很有这个泽伦斯基曾经有记者问他说，你跟川普2个年纪看起来像父子哈，这个泽伦斯基怎么回答？他说：“对，我跟他年纪看起来像是父子，可是我是他最不疼爱的儿子。”从这句话你就知道这个泽伦斯基目前的处境。那现在双方战况，俄乌战争的战况，春天到了。我相信俄军会立刻展开所谓的春季攻势。对这个乌克兰来讲，如果在失去美军的援助那包括导弹或者各方面的武器的援助，可能这个乌克兰会陷入一场这个很艰困的战局。好，刚刚将军用一句话，泽伦斯基自嘲自己是川普最不待见的儿子，点出了现在乌克兰跟美国的关系，因为华盛顿对乌克兰已经没有耐心了，就是要你割地。那当川普总统把他的重心转移到伊朗战场时对乌克兰的只剩下敷衍跟要求你妥协。华盛顿邮报更指出呢，五角大厦现在要考虑把原本要配给给乌克兰的爱国者飞弹全部调往中东了，因为那边现在正剧烈消耗着美军还有盟友们的这个弹药库存了。然后呢，首先逼乌克兰割地止战这个问题岳老师，你会不会觉得白宫的处理真的是有点太粗糙了？还是说对乌克兰真的已经没有耐心了？你不答应？不好意思，我就放生你。白宫的处理方式在拜登总统的时期跟到了川普总统的时期，可以谓之背信忘义啊！
啊，就是完全是这个天南地北啊，相差180度。原来的话呢，每一次啊，哎呀，我不晓得弄得我们台湾跟里外不是人。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话呢，每次走过来到了这个基隆路跟那个信义路口的时候啊，都有那个乌克兰的挥的国旗啊。那天我们都是乌克兰人啊。我真不好意思讲啊，谁跟你是乌克兰人呢？搞得现在乌克兰的话呢，上一次在白宫里面呢讲说 "You have no cards" 啊，这讲的已经是非常难听了啊。这意思就是说你根本就不是个咖，你跑这边来干嘛？那我觉得泽连斯基这个人果然是演员出身啊，脸皮比枪还厚啊。他这个你有机关枪打不透的啊，所以他基本上的话就认定你。他为什么？他这是个温情绑架。首先第一个的话呢，你在美国不好意思说变脸就变脸，因为美国基本上有一些专业幕僚的话讲说，在国务院里面有很多人讲说，我们真正的敌人到底是不是俄罗斯啊？对不对？我们真正的敌人的话呢，倒是应该说句良心话，他们就认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中国，但是每次不知道怎么搞的，是不是变成就是打不到中国？那这个，那第二个情况下来讲，欧盟本身处境非常尴尬啊，因为前不久的话呢，当川普讲说你手上没牌的时候，那欧盟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啊，还有法国带的要派部队啊，要给钱啊什么的，泽连斯基的话呢，又稍微这回光返照，又兴奋了一下啊，对吧？然后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刚刚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顿巴斯啊那4个省嘛，对不对？就是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啊。赫尔松再加上这个什么扎波罗热啊，原来克里米亚就是这5个地方给了以后，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剩下的话呢，乌克兰的话要承认俄罗斯文的地位啊什么的，那也不能够再要消灭原来的那纳粹的部队，那这个就是原来特别军事行动，这是什么事情？这是普丁的面子啊。普丁的面子很重要啊，因为俄罗斯现在，我说句良心话，如果川普不上台，俄罗斯今天还在不在，有没有垮都是大问题啊。俄罗斯根本都是只有靠卖油啊、卖气啊，对不对？他因为不是说有这么多天然资源的话，他根本都撑不下来。那现在的话呢，那个泽连斯基也是看在这一点，就发现我们只要再努力一下，俄罗斯就垮了。那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美国自己也卷进去了。那你叫美国拿什么来帮助他？美国不帮助他的话呢，欧盟这些国家又有什么能力？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现实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乌克兰是惨了。现在双边开战场，真的是给了全球非常大的这个压力，不管是经济压力也好，还是这些参战国他们所有的人口损耗，还有弹药损耗。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五角大厦如果真的要给乌克兰断炊，我给你的爱国者，不好意思，我现在全部要调去中东使用，那代表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呢，真的是把这些弹药给消耗殆尽了吗？或者是说，我现在找到一个理由，趁机教训你这位不听话的泽连斯基，跟教训你乌克兰。好，如果美国真的抽身了，我们就想，俄罗斯跟乌克兰真的是1对1啊，他们的空袭能力，还有乌克兰的防空体系，能否撑得住？教授，你的看法？我认为这个伊朗战争外溢到，对，首先受到最不利的，我认为就是乌克兰战争。就是乌克兰，对，乌克兰战争，你就面临了乌克兰战争面临的是双逼降，俄罗斯是以军事实力逼降。一直向前不断的推进，对，那乌克兰挡得住吗？这个是硬实力，这个军事逼降，美国是断炊逼降，哇，这2个一面对完蛋。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军工产量全部都要供应到伊朗战争，它要大量消耗，包括爱国者飞弹，还有其他的精准炸弹，根本不可能给你乌克兰啊，你问自己想办法吧，断炊了，这边。俄罗斯的大军进攻，这边断炊了，双面都在那边要乌克兰投降，所以现在川普讲说，你赶快把顿巴斯割了吧，你割了顿巴斯就停战了嘛，是，现在面临这样，你不割，那我武器弹药我也没办法给你，美国永远是美军优先，怎么可能乌克兰优先嘛？我自己都不够，会补充给你吗？所以大家，那其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也在自己。因为伊朗战争的关系，大家现在库存量都保持到基本的库存量，所以变成了这个乌克兰面对的双逼强啊，是陷于战略态势极不利。那空优将来会被俄罗斯继续掌握，俄罗斯的这个武装攻击直升机、战轰机再进去，无人机再过去，导弹再过去。